外一个比较民生方面的问题啦，就是说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因为国旅啊已经萎缩很多了啦，大家都出国去玩啊，但国旅竟然不提供一次性备品，这我看到有一些人有抱怨。那这件事情对于环境部来说是很重要的吗？哦，其实这个叫做限塑啦，减塑啦。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初衷就是爱护地球嘛。我们垃圾的这个塑胶的使用量太多，那塑胶呢，这个就是小瓶装的180ml 以下的小瓶的。那其实我们以前住饭店那个东西都摆在那边，像我以前我也习惯哈，住一个旅馆全部收刮拿回家。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以后去哪里都可以用嘛。对啊。哦，这个都是我的，这我的福利嘛，哈。那或是说你不用，其实饭店也会把它，因为他怕有人这个用过嘛，所以他还是整个会清掉丢掉嘛。所以其实这个备品呢，大概一年大概我们有算过统计过，大概是4亿多个。其实它就造成整个环境很大的这个压力啦。4亿多个小瓶子，对。那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去净滩那个。其实净滩很好玩哦，那个净滩有时候会捡到牙刷嘞，牙刷、刮胡刀什么都有哎，那个牙刷、牙膏也蛮多的。那应该都乱倒废弃物吧？就是乱丢啊。那我们应该从源头减量，从一次性的这种减量，这个就是一次性的用品啦。那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如果去欧洲玩，去日本或韩国，没有牙刷，对，都没有。那当然啦，你如果没有的旅馆会让你索取的啦，或是你要自己去买啦，所以其实这个早就是一个标配的。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大概在2年前就开始讨论，1年半前正式公告法令，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它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这个争议，这个争议的源头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6个县市，它自己呢比较超前，就是说连免费的都不能提供。可是我们连免费都不能提供，有6个县市啊，所以基本上他们也认真啊，只好我就拿来卖。哪6个来？哦，我要打5颗星的来。我不方便说。哎呦，给你打一下5颗星嘛。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个，他们压力也很大，因为开始在骂了，因为。多数的旅馆我遇到了很多旅馆。我举例如说，大多数的4、5星级的旅馆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知道环保的理念，而且环保的价值就是旅馆它可以往上成长的一个永续的价值，大家都欢迎的。所以有些旅馆说啊，你没有带，你跟我啊，你可以出个5块10块钱，然后我来做公益。很多旅馆都这样，甚至有些旅馆说你来住零碳排。对，或者你去捡垃圾做什么事情，这个有很多的创意。然后但是有些传统的旅馆，它因为有之前的这个法令没有很明确，我们后来呢有协调全国统一了，就是你可以免费或是付费取得，免费或付费。当然，但是免费不是普遍发的，不是放在你房间，需要就是放在1楼，然后有需要的人去拿的。对，你可以跟柜台拿，那我们也曾经问说，那你可不可以像日本一样，放在那个1楼大厅自己拿？对。可是我们的旅馆业就告诉我说，不行这样，因为台湾的习惯是整把拿走。就是我不是拿1根，我是拿1把。1把走那我也跟各位说，其实你如果去住旅馆像我自己也会有时候不小心没忘，以前没有忘了带，其实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牙刷就叫做一次性啦，没办法用太久。对啊，那个就材质比较不好。对，所以那个其实成本是真的很低啦。那当然有些旅馆觉得说，我不要一次性，我弄好一点的给你，用你自己平常用的更好的卖给你比较贵。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每个旅馆它的理念。业主不一样啦，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第一个是免费提供，第二个呢是就是免费或是付费取得，所以大致上我看到90%几以上的的旅馆都做得很好，而且会带给消费者说，这是我的环保理念。鼓励你来做环保旅游、绿色旅游多数的，但是的确有一些网红他不习惯，但是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做这个事情的啦，不做不行啦。那我也知道国旅是很辛苦，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从国旅辛苦的关键，因为其实这个反而会让我们台湾跟国际一起同步，一起来面对，一起来做。了解。所以这件事情，因为今年开始实施，所以初期难免会有一些阵痛期。所以之后就习惯，因为你出国的时候，对我到欧洲、到日本也是一样，就是你根本。你就是要给我自己带，不然你这个就是源头减量啦，对，源头减量啦这个就可以减少垃圾山，地球会更好，因为这个东西就叫做塑胶，这个塑胶嘛，那它如果你没有
这个减少它的量的话，到最后会到大海里面变塑胶微粒，会吃下来，吃到你身体上面。好，我们来谈一些环保的问题，最后再谈其他的。不要的衣服不可以全部都丢吗？丢回收桶？其实要看衣服的材质啦，哈，那个其实很复杂哦。我自己有时候都不大懂，然后甚至有些我还看到有一些人会去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的衣服它本身是化学物做出来的。可是现在的衣服不是因为快时尚啊，快时尚啊，所以很多都是化学的。对啊，对啊，但是其实可以做好这个分类，再次的利用，它是可以的。分类，所以我们不是全部都丢衣服回收箱，我们要自己分。可以做好一些分类，你可以上我们环境部的网站，它有做好可以回收、不可以回收的衣服，再丢进去回收的，应该是这样做。哦，真的啊？对，好麻烦哦。那所以我们每件衣服如果我不想穿了，我要丢掉的时候，我要看它的材质。其实要看一下。那你不知道怎么丢的话，可以到我们环境部网站。有的很大的话，就是必须当成大型废弃物来。大型废弃物。对啊。各位知道，其实环保真的不要怕麻烦，因为你这样你不等于是很容易的话，你就会不断的消耗这个地球啊。你这样的话就丢到焚化炉去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再做一个回收。这个用处就是说，有些衣服它还有它最后的寿命，可以把它的材质再进行提炼，变成下一件衣服。哦，那所以像我这种爱买衣服、狂买衣服这种人，其实不应该全部一把丢。像你，因为你要在荧光幕前出现，你一定要非常的跟得上这个 fashion 嘛，哈。所以我建议思琪说，你的衣服可以，你穿过几次之后，可以当二手衣再卖出去，做好一个畅通，让衣服的寿命增加一点。对，增加一点。哦，好，那所以这些宣传其实接下来就没有了。就变得很少，我觉得在网络上放一放啊，触及率就很低。因为触及率很低，所以大家就还是把衣服这样丢到回收桶里面去烧掉。对，所以这环保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所以钱没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变得更灾难。更严重。我这有一点担心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发现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见得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希望每个礼拜来这边主持节目，越悲哀啊！可是对啊，你可以一个礼拜这样子直播1小时，接受民众提问，这种就只能自力救济靠这种。我做过了一次，已经做了一次了，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差别，就是跟这个雅虎这个频道，所以其实因为来上节目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呀，你也要排时间，我们也是对啊，要互相瞧。对。哇，这件事情真的很麻烦，所以其实就环境部而言，就是目前也的确很多事情无解，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这些立委看看能不能有补救的办法。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最近冬天很冷，暖暖包也不能直接丢。对，一定要它没有温度了。不会你再怎么搓揉都没有温度了，才能丢，因为它其实那如果还有1咪咪，根本就无法保暖的这种小温度也不行。那就是让它没有温度，就是你再怎么弄它没有温度了，你就可以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它不能回收的。它不能回收。那所以如果它就烧掉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物质？基本上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焚化炉基本上我们的焚化炉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空污的规范我们都在监控的，所以基本上它的戴奥辛排出的量都低于法定的标准很多，所以各位不用太过担心。另外有一个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年快到了，然后大家买年菜，然后买年菜里面都会有那个冷冻包，那个冷冻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其实还是就丢到还是垃圾啦，因为这个很难处理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化学物在里面。对啊，我想说里面那个软软的东西，对，所以它就只能烧掉。对，只能烧掉，只能处理。其实说我是觉得说，当然啦，我们能够做到资源循环零废弃，真的是一个目标。但是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太多，我也希望源头减量啊。可是生活太多有不能取代的，像你说的这种东西，那这个就是垃圾。那这个只好现在的处理方式还是透过焚化炉来处理。但是如何减量，这是最重要的。减量那个才是最重要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对。然后呢，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你这8个月02天以来，处理了垃圾山这件事情，其实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你说明年底可以处理掉台湾那个垃圾山，就不会再有新人跑去彰化拍垃圾山的结婚纱照了，是吧？对，其实这个跟我上次跟你讲不一样。你看我身后站着一群人，他都是各县市的环保局局长。哎呦！因为我去每一个县市都有敲门，有人会拜访到他们县市首长，大家都愿意一起来面对。所以我那次讲的时候是我那垃圾山那个县市也 OK 哦。对啊，都愿意啊。当然我必须说，有些县市是有一点点难处理的，有些县市会比较慢一点点，但是大多数县市都是支持的，而且会一起来做。所以后面的县市那个环保局长跟我一起签约。就抓，一起来就抓，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在处理。所以那个垃圾山就会要送到焚化厂里面去把它烧掉。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它有焚化炉的话，它会先处理掉。当然，我必须说它源头减量，他们现在大多数有破袋检查，就是说你垃圾没有做好分类，它不让你丢，你要先做好分类。很多县市努力在做这个事情，我们都很肯定。那可是焚化炉这件事情就是邻避设施，对，我记得上个礼拜又看到不知道哪一个县市的那边抗议说焚化炉不要盖在这边。对，其实当然这个焚化炉它这种设备是地方政府，它是一个处理的设备之一啦。我们也都尊重地方政府，它选在哪里盖。但是呢，其实如果要盖，那就要必须做好一定的标准，而且做好地方的沟通。那大多数现在的这个新的焚化炉，它的像我前几天去台南的一个新的焚化炉，它重新旧的把它整改完了之后，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它可以烧更多，然后第二个是它可以分类的更细，没有环境的问题，所以然后它又可以发电，所以基本上新的还不错啦。但是我们会严格要求它一定要符合环保还有空污减量的原则。那有没有要求说每一个县市你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县市的垃圾？因为有一些垃圾是跨县市在麻烦其他县市帮我烧的。对，现在大多数以前的光就是地方都要自己处理啦。那我们的确有些县市它没有自己处理的能力，都要靠我们环境部来中央来做调度。对。那前几年呢，就是因为很多的焚化炉老旧了，没有办法调度，就累积越来越多。那现在呢，我们预期那个量能就起来之后，我们会做好更好的一个处理，所以目前未来2年内解决。所以环境部就是做调度，那不会要求说以后我们要让你跨县市你要自己想办法处理自己的县市。现在未来我相信未来的趋势就是地方政府要自己做好自己的垃圾的处理。多久？有没有什么期限？要严格要求啊，不然你都不处理。我们现在当然都是用鼓励奖励的方式来处理的，但是我相信未来财划法通过之后，地方应该要负责更多的责任。但是地方没有要跟中央谈责任分工啊。现在目前就是这件事情都还没有，所以我也蛮忧心的，未来这个2年后会不会跳票？因为我们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财钱的问题。的确，现在没有不知道怎么谈这个问题。所以尽管大家都想处理，也希望在明年底可以处理，但是能不能够达成不知道，因为地方拿了钱之后，会不会放在这一块？对，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思琪你应该没有去看过垃圾山吧？我不要，我不想看。都很重的味道，你知道吗？我去看了，像我前几天去看，我看照片就觉得哎呦有味道。就是我看了那个大概是50吨的垃圾山，50吨50吨，那很恐怖那个好大一座山，那整个都是那种味道，就是让你环境部长不好当然后跑这种地方。对我的同仁都会拿口罩给我，我说不用，就这样吸。就闻，真的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一定要处理啦，因为台湾那么进步怎么还有这种地方这种对啊，因为那种照片，然后国际上面一看到，哟，都吓死了。对。好，因为其实我们访问到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怎么办？没有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各地方政府多负担一点钱拿了要办事不要拿钱不办事这样倒霉的也是人民啦。碳费这件事情你处理了？我处理了，对，而且我必须跟大家说
如果现在胡须章涨价哈，跟碳费没有关系。真的吗？不会绿色通膨？没有，我们算得很清楚。哦，CPI 只有0.1%，对 GDP 的影响也很低。哦，但是我必须说，现在只有针对大的企业，超过排碳量2.5万吨的企业在收。那当然，那些有些是钢铁或是水泥。那目前我们也算过，对房价影响很低。所以我还是持续说，如果你有说你的去买房子，那个房仲跟你说，我这个新房子哦，因为要碳费收了，要多5%。跟我说，我已经带人去查。那所以不会因为碳费的征收，然后使得物价被带动。没有，因为绝对不会。我们今年1月1号才走到碳定价的时候，所以我就让它制度可以往前走，先让大家。但是目前企业哦，90%都愿意自主去减量。这是蛮好的事情，这个制度表示说这个制度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一家一家去做调查，90%的企业愿意，他想要拼那个减量比较便宜的价钱，那他就要减量减得很多，所以他们反而带动一股台湾新的减碳的一个热潮。哦，那我们的碳费跟国际上面比起来嘞？我们碳费目前是属于比较低的哦，我们的碳费就跟人家碳税很类似。不过呢，我也必须说，我们的碳费一定会上路，一定会往前走，不会改变。但是未来呢，我们会慢慢走到总量管制的排放交易，就是碳交易的制度哦，那个是会另外一个制度哦。但是碳费一定会继续往下走。那未来我们会再找一个新的接轨国际、更方便市场来驱动的碳交易的制度。